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蓝湛，仅此而已。魏婴满脸都是笑，他坐下，把忘机放到腿上，食指如飞地打字。好啊。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我很期待。很快便收到了回复。我也很期待。魏婴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放大了，好像只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就让他一瞬间又变回了那个18岁的少年。蓝湛从刚才无限敲下爪子的那一刻，就一直端端正正地坐在电脑前，整个人都绷紧了，得看着那个对话框。始作俑者却舒舒服服地窝在他怀里打着小呼噜，半睡半醒，还不安分地不时在他身上蹭来蹭去。好啊。对话框弹出来，蓝湛眼睛一亮，很快又显示出下一句。蓝湛看着我很期待4个字，嘴角扬起一个有点温暖的弧度。他的手落在键盘上，缓慢却极为小心地打了几个字，敲下回车键。我也很期待。屏幕那边的人可能不知道这几个字他打得有多温柔吧。魏婴与蓝湛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就在这个周末，在离他家并不算很远的一家咖啡店。友好的结束谈话之后，魏婴还是一副傻了的模样，整个人都自带小花花的背景。他捉起忘机的2只爪子，满脸正气地道：忘机，我过几天就带你去认识个新朋友，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忘机被他强行握着爪子上下晃动了一下，表示开心。开心是吧？我也觉得开心。忘机冷漠，好了，知道你开心了，下一个。魏婴仿佛感受到了自家猫咪眼神里的鄙视，又笑嘻嘻道：哎，不要这么冷淡啊，好歹也是给你相亲呢。忘机，相亲 ？Excuse me。于是甩给魏婴一个看智障的眼神，移开自己的爪爪，跳下了魏婴的腿。魏婴摸着下巴道：说不定还真是相亲呢，韩光君家猫公的母的。魏婴一边想着，哎，现在可以改叫蓝湛家猫了，韩光君叫久了还有点改不过来，一边想好像的确从来没有说明过无限的性别，不过应该是只小公猫吧，那能不能和忘机相亲呢？魏婴摸着下巴，又嘿嘿嘿笑起来。怎么不能？想着想着，魏婴突然一拍大腿，靠！他突然想起，到了约定的那天早晨，魏婴一万个难得的和忘机一个点起了床。他这几天都颇有些魂不守舍。魏婴在镜子前端详了半天自己的脸，确定没有明显的黑眼圈、眼睛里的血丝或是胡子拉碴。他还是忐忑的又看了半天自己的脸，又斟酌了半天着装是否合适。他那天突然想起，蓝湛是知道他是魏婴的。他魏婴向来不是会遮遮掩掩的人，也不是蓝湛那种绝不会发与工作无关的内容的人，所以他的微博号上生活日常那是一把一把地抓，也从不吝于发自己的照片。魏婴突然感到一些绝望，但又有些欣喜，不可言说的小小的雀跃从指尖眉间一点点地窜到心底。蓝湛知道他是魏婴，但还是愿意与他交流甚至见面。他又有些微妙地想到，那蓝湛是出于什么心理约他见面的呢？蓝湛肯定不会知道他已经认出他了吧？该不会真的是为了猫吧？魏婴对着端正的坐在旁边看他梳洗的忘机张开双臂，唤道：忘机，快到怀里来。忘机顺从地向他走近，魏婴一把捞起忘机，抱住揉了揉毛茸茸的猫脑袋，道：准备好见你相亲对象没？忘机自然是不理他的。魏婴又笑着揉了2把，心里却想，要是蓝湛真的只是因为猫，那他可是要吃醋的。蓝湛提前几天边对工作室告了假，虽然本来周末就是没什么特殊安排的。兄长，我周日需外出1日，如有稿件或访谈的安排，还请推迟1日。好的。阿湛你竟然会有事，这可真难得。蓝焕笑着道。蓝湛犹豫片刻，还是说道：去见一位朋友。蓝焕笑得更温和了，你难得这么开心。说起来还是你第一次说起要见朋友，要好好和人家相处。蓝湛一句并未在舌尖绕了几个转儿，最后还是诚实的没有说出来。蓝湛对着兄长微微颔首，似乎并无否认的必要。蓝湛正整着衣领，他的衣柜里除了正装、居家服外，似乎并无什么适合这种场合的衣服。他对着衣柜沉默了半晌，挑了一件蓝色的衬衫，搭一件灰色的修身毛衣。他很少尝试这样的服饰，希望还合适吧。蓝湛戴好无框眼镜，又看了看镜中的自己，
灰色的毛衣让他看上去比平素的冷淡孤高多了一分和软，还平添了几分学生气，很适合去见他。吴宪似乎也知道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挺早的就蹦起来了，正围在蓝湛旁边打转转。蓝湛蹲下来，抚了抚吴宪的背脊，低声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吴宪对他喵了一声，似乎是在打好。蓝湛翻出自从蓝焕把吴宪送来就再没用过的卷云纹蓝色猫包，动作轻柔地把吴宪放进去，又安抚地摸了摸他，才拉上拉链。他看着手机上显示的夷陵老祖5分钟前发的微博，今天要去见一个人，现在非常紧张，轻轻地笑了笑。黑色的猫咪颇有些好奇和振奋地靠近不远处的白色大猫，它一步一步地缓慢靠近，发出一声小声的几分试探又几分示好的喵。白色的布偶在距离它几步远的地方盯着这个陌生的同类，尾巴微竖，一动不动，有些警惕地待在原地。吴宪靠得近了，试探着伸出一只爪子要去碰布偶猫的爪子，忘机迅速地往后挪了一点。吴宪相当难过的低下头，委屈吧唧的小声喵了一声。忘机，魏婴忍不住轻声提醒道。他听着都快心软了，忘机是怎么忍心让人家这么失落的？忘机抖抖耳朵，看着面前的小小只的黑团子，也有些不忍心。他犹豫着往前走了2步，然后伸出爪子碰了碰小团子。吴宪一瞬间就又活泼了起来，他顺势靠近忘机，亲昵地蹭了蹭白色的大猫。你家宪宪真可爱啊哈哈哈，魏婴道。蓝湛点头，低声应道，2只猫算是相处融洽，但2人间的气氛一度十分尴尬。将时间倒回10分钟前，蓝湛已经在咖啡店里坐了一小会儿了，他习惯提前，更何况是见魏婴。而魏婴也着实比他想的早到不少，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的魏婴，一只手扶着猫包，另一只手正搭在眼睛上方，做出一个寻找的姿势。他一眼就看见了坐着的蓝湛，笑起来，走近了，道：“韩光君，好久不见呀。”蓝湛愣了2秒，微微敛眸：“好久不见，魏婴，原来你回来了呀。”魏婴动作自然地入坐蓝湛对面的椅子，然后将紫色的猫包往桌上一放。他接着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一直在国外进修在进修。”蓝湛骨节分明的手端着杯，意识特浓，闻言指节用力又紧了几分。他回道：“并未，3年前便归国了。”魏婴道：“什么？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同学聚会都不来？大家都这么久没有见面了。”其实只是他太久没有见到蓝湛了，这下知道原来蓝湛3年前就回了，而且2人距离原来一直不算远，心里有些不自觉的怨怼。蓝湛垂下眼帘，道：“我一直都不太会处理热闹的场合。”魏婴闻言，想起蓝湛的确高中3年都没怎么参与过群体活动，唯一的一次是高考结束后的那次。他点了一首《雨归》，是唱给蓝湛的，虽然蓝湛不知道。如今想来，那竟是他们重逢前的最后一面。